果只看宋威龍平時的狀態，你很容易得出一個結論，這個人真的很會穩住。面對鏡頭，他可以輕鬆保持帥氣和距離感；面對採訪，他也很少把情緒完全寫在臉上。可是，一旦趙今麥出現在旁邊，事情好像就開始變得不一樣了。不是突然說了什麼驚天動地的話，也不是突然公開了一段所謂的戀情，而是一些非常細小，甚至本人可能都沒有意識到的反應，讓網友一次又一次把畫面放大。有人說，這是演員之間長期合作產生的默契；有人說，這是宣傳期形成的 CP 感；還有人看到那些下意識的眼神、接梗、靠近和害羞之後，忍不住問了一句，如果真的只是普通朋友，為什麼兩個人在鏡頭前的狀態會和面對其他人時有這麼明顯的區別？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宋威龍和趙今麥那些最容易被忽略的瞬間。先說清楚一點，目前公開信息並不能證明兩人已經發展成現實中的戀愛關係，所以今天的內容我們不做所謂戀情實錘，而是從公開活動、綜藝、直播和網友討論中，看看為什麼這對組合能夠持續引發這麼大的關注。而真正有意思的地方，也許恰恰就在這裡。第一，宋威龍在趙今麥面前似乎特別容易破功。平時的宋威龍給人的感覺是什麼？冷靜、帥氣，有一點距離感。尤其是在面對鏡頭的時候，他很清楚自己什麼時候應該保持狀態，什麼時候應該配合節目效果。可是到了趙今麥這裡，他經常突然變得特別幼稚。比如兩人在宣傳期的一次直播中，趙今麥問他正在做什麼，他非常理直氣壯地回答自己正在耍帥。這句話本身其實沒有什麼特別，真正讓網友覺得好笑的是趙今麥的反應，以及兩個人隨後一來一回的接梗。趙今麥吐槽他又開始耍帥，宋威龍卻完全不在乎，甚至繼續理直氣壯地接話。這種互動為什麼容易讓人上頭？因為它不像標準化的採訪答案，沒有特別準備好的台詞，也沒有刻意制造浪漫氛圍，就是兩個人熟悉之後才會出現的那種自然鬥嘴。而且最關鍵的是，宋威龍似乎特別喜歡在趙今麥面前展示自己。今天帥不帥？這個動作帥不帥？這個造型怎麼樣？這些行為放在其他關係裡可能只是開玩笑，但放在一對已經擁有強烈熒幕 CP 感的演員身上，就很容易讓觀眾產生另一層解讀。第二個細節是宋威龍的秒接。真正有默契的人，並不一定需要說很多話，有時候一個眼神、一個關鍵詞，甚至一句只有兩個人聽得懂的話就足夠了。在驕陽似我的宣傳活動中，兩個人經常會拿劇裡的角色、外號和劇情來互相接梗，尤其是在猜詞遊戲以及一些互動環節裡，趙今麥往往能夠很快理解宋威龍拋出來的信息。這種反應速度其實很有意思，因為拍戲時他們已經一起經歷了大量的對戲、排練和宣傳，角色之間形成默契很正常。但當這種默契延伸到戲外，又帶上兩個人特有的表達方式之後，觀眾自然會覺得特別有熟人感。這也是為什麼很多人說，他們最甜的地方並不是那些被安排好的擁抱，而是那些沒有被提前寫進流程裡的小反應。第三個細節更容易讓網友注意到，就是宋威龍面對趙今麥時，經常會出現一種嘴上很拽，行動卻很誠實的反差。他可以上一秒還在開玩笑，下一秒卻很自然地照顧對方。比如兩人參加節目時出現一些需要配合的互动動作，他會下意識調整自己的身體位置，讓趙今麥更方便完成動作。在身高差明顯的情況下，他也經常自然彎腰或者低頭聽對方講話。這些動作如果單獨拿出來，其實根本不能說明什麼。因為一個成年人對合作夥伴保持基本照顧，本來就是很正常的事情。但是當類似細節反覆出現時，觀眾就會開始產生一種感覺，這個人是不是已經習慣了照顧旁邊的那個人？
而習慣這2個字，恰恰是網友最容易產生聯想的地方。第4個細節是趙今麥對宋威龍的評價。有一次採訪中，趙今麥曾用非常有意思的方式評價宋威龍，形容他屬於那種帥而自知，但同時又覺得他很可愛，並不會刻意耍帥。這句話為什麼讓網友覺得特別真實？因為他不像第一次見面的人會說出來的話。如果2個人關係非常普通，採訪答案通常會比較客氣，比如很敬業，合作很愉快，是一個很好的演員。但趙今麥對宋威龍的描述明顯更具體，他知道他的性格，也知道他什麼時候是在耍帥，什麼時候只是單純搞笑。這說明至少在公開合作層面，2個人確實已經形成了比較熟悉的相處模式，而這種熟悉感也成為他們 CP 氛圍的重要來源。第5個瞬間是宋威龍被誇之後的反應，這可能是最容易讓網友磕上頭的部分。因為一個人在面對別人誇獎的時候，通常會有幾種反應，有人會繼續營業，有人會謙虛，有人會馬上開玩笑。但宋威龍面對趙今麥的某些誇獎時，偶爾會出現一種明顯的不好意思。比如趙今麥評價他的外形、狀態或者照片時，他並沒有一直保持那種我本來就很帥的自信姿態，反而會出現躲閃、害羞或者轉移注意力的反應。這就是所謂的反差。越是平時看起來很自信的人，偶爾露出一點害羞，觀眾越容易覺得真實。於是評論區開始出現各種熟悉的聲音。他怎麼突然不說話了？剛才不是還很會耍帥嗎？面對別人和面對趙今麥完全2個人。當然，這些都是觀眾的主觀解讀，但不得不承認，這種反差確實非常有節目效果。第6個細節是2個人的互相拆台。真正有趣的關係，往往不是一個人不停誇另一個人，而是你誇我，我拆你台，你故意耍帥，我偏偏不給你面子。宋威龍和趙今麥的互動裡就經常出現這種模式。宋威龍想耍帥，趙今麥馬上吐槽；趙今麥誇他，宋威龍又開始順着往下接。2個人一邊互相嫌棄，一邊又不斷給對方遞話。這種互動很像現實生活中的熟人關係。如果2個人真的不熟，很多時候反而會更加客氣。可是越熟悉的人越敢開玩笑，而且他們的玩笑不會輕易冷場，因為其中一個人拋出一句話，另一個人馬上能夠接住。這就是所謂的接得住，也是娛樂節目裡最難偽裝的一種東西。第7個細節是2個人在鏡頭之外的鬆弛感。2026年7月，有公開報道提到2人曾與驕陽似我相關人員一起聚餐，相關畫面曝光後再次引發討論。最讓網友關注的並不是他們穿得多正式，也不是刻意擺出了什麼親密姿勢，恰恰相反，是因為看起來非常鬆弛，素顏、簡單的私服、自然聊天。這種狀態和品牌活動上的精心造型完全不同。於是很多網友開始說，比起紅毯上的牽手，他們反而更喜歡這種沒有明顯營業痕跡的同框。因為對於觀眾來說，越是沒有刻意設計，越容易產生真實感。但這裡同樣需要強調，私下聚餐並不等於戀愛。共同朋友、劇組關係、品牌合作以及長期合作夥伴都可能讓演員在戲後保持聯繫。所以真正值得討論的不是他們到底是不是情侶，而是為什麼他們的關係能夠持續產生這麼強的觀眾吸引力。第8個原因其實和2個人的性格互補有關。宋威龍的外在形象偏冷，趙今麥的氣質則更加靈動。一個負責安靜地站在那裡，一個負責不斷制造反應。一個偶爾突然耍帥，一個馬上把他的帥氣拆掉。一個看起來不太愛表達，一個卻能夠迅速把氣氛帶起來。這種反差組合本身就非常適合鏡頭，所以他們的 CP 感不一定完全來自所謂愛情，很多時候它來自2個人放在一起之後產生了單獨存在時沒有的化學反應。
這就是為什麼同樣一句話，宋威龍自己說可能只是普通玩笑，但趙今麥一接，觀眾馬上就覺得有戲。第9個問題也隨之出現，為什麼網友會不斷把這些細節理解成戀愛感？答案其實很簡單，因為觀眾看娛樂內容本來就不僅僅是在看事實，大家還在看情緒、眼神、停頓、笑場、害羞、互對、下意識靠近，這些東西本身沒有辦法證明戀愛，卻可以制造一種非常強的故事感。尤其是在《驕陽似我》這樣的愛情作品之後，觀眾已經習慣把宋威龍和趙今麥帶入林宇森與聶曦光，角色留下的情緒不會因為劇集結束就瞬間消失。所以當兩個人在戲外再次出現，觀眾很容易自動把曾經的角色記憶帶回來，這也是所謂售後感的來源。第10個細節則是他們之間越來越明顯的熟人模式，從宣傳期的互對到綜藝裡的接梗，再到活動中的自然配合，他們之間的互動似乎已經從最初的客氣慢慢變成一種更鬆弛的狀態。這種變化其實很符合普通人的關係發展。剛認識的時候，大家都會注意禮貌，熟悉之後開始開玩笑，更熟以後，甚至一個眼神就知道對方想說什麼。而宋威龍和趙今麥給觀眾留下的最大印象，就是他們越來越像一對已經認識很久的搭檔，不一定是情侶，但確實很有默契。第11個細節是那些所謂下意識反應。為什麼標題裡我們一直強調下意識？因為刻意做出來的動作，觀眾很容易看出來。真正讓人產生討論的，反而是那些沒有準備實踐的瞬間，比如突然被誇時的害羞，突然被 cue 時的笑場，對方說了一句話後立刻接梗，在人群裡下意識看向對方，或者在需要配合的時候很自然地調整站位。這些動作都不能作為戀情證據，但他們確實能夠說明一件事：兩個人之間的相處已經足夠熟悉，而熟悉感又恰恰是娛樂內容裡最容易產生故事的東西。第12個問題，也是今天最重要的問題：宋威龍到底是不是終於不裝了？如果所謂不裝了，是指他已經公開承認與趙今麥存在戀愛關係，那麼目前沒有足夠公開證據可以這麼說。但如果不裝了，指的是他在趙今麥面前越來越放鬆，越來越容易暴露自己的真實反應，那麼從公開互動來看，這個說法確實非常符合網友的觀感。因為一個人真正放鬆的時候，往往不會一直維持完美形象，他會犯傻，會嘴硬，會被吐槽，會突然害羞，也會在對方拋出一個玩笑之後毫不猶豫地接住。這可能就是宋威龍和趙今麥最讓人上頭的地方。他們並沒有一直努力證明自己有多甜，很多時候他們甚至在互相拆台。但正是這些不完美的瞬間，讓觀眾覺得他們不像一場被精心設計好的營業。當然，我們依然要把現實和熒幕分開。演員之間擁有 CP 感，不代表現實中一定存在戀愛關係。一次牽手不能證明什麼，一次對視不能證明什麼，一次聚餐也不能證明什麼。真正能夠被確認的，永遠應該是當事人的公開回應。所以，與其急着給兩個人貼上情侶標籤，不如把這段關係當成娛樂圈裡非常難得的一種高默契合作。他們讓觀眾看到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：有時候最甜的並不是台詞，而是台詞說完之後的笑場。不是刻意靠近，而是已經熟悉到不需要刻意。不是一句我喜歡你，而是一個人突然出現之後，另一個人的狀態明顯變得不一樣。這也是為什麼直到現在，宋威龍和趙今麥的互動依然能夠不斷引起討論。因為大家真正想看的，也許從來都不是一個所謂的官宣，大家想看的是下一次他們同框時，會不會又出現一個讓人忍不住笑出來的小瞬間？會不會又是宋威龍開始耍帥，趙今麥馬上拆台？會不會又是趙今麥一句話，讓那個看起來永遠很淡定的宋威龍突然破功？
如果這些互動繼續發生，那麼這對組合的故事顯然還沒有結束。至於他們到底只是關係很好的搭檔，還是未來會不會出現新的答案，就讓時間來告訴我們。畢竟娛樂圈最有意思的地方，從來不是我們替明星提前寫好結局，而是明明所有人都以為已經看懂了，下一秒一個眼神，一個笑容，或者一句完全沒準備的話，又讓全網重新開始猜。所以你怎麼看宋威龍和趙今麥？你覺得他們只是默契十足的合作夥伴，還是兩個人之間確實存在一種特別的氛圍？歡迎把你的看法留在評論區。如果你喜歡這種華語娛樂圈明星故事、CP 互動和熱門話題解析，記得訂閱頻道，打開小鈴鐺。感謝你看到這裡，我們下一期再見。